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小李今年43岁，平时就很爱放屁，不过前段时间他发现自己放屁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很多，而且无论吃什么都放屁。不饿的时候肚子也是老咕咕响，排便的时候还会腹痛，排出的大便表面还附着一层粘液。不过他自我感觉算不上十分的严重，也没有影响正常的生活，所以小李就没有放在心上。一天，他和做医生的朋友无意中说起自己的情况，出于经验，朋友建议他去做一个肠镜。小李照做了，结果被诊断为肠癌。所幸的是早期，做完手术之后，小李很快就出院了。放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一件事，有的人认为这是在排毒，但没想到放屁还与疾病有关系。一、放屁增多是不是身体在排毒？人体通过放屁可以排出人体肠内细菌发酵食物残渣所产生的气体，成分包括氮、二氧化碳、氢、氧、甲烷等，也就是排出废气。但有的时候，一些异常的屁可能是疾病的信号，要提高警惕。二、什么样的屁多可能是疾病的信号？一、屁多伴随着大便异常，放屁次数明显感觉比以往多了，同时注意到大便出现了异常，本来成型的大便再也不成型了，大便的颜色也发生了改变，老是呈现柏油色，还经常大便带血，或者是大便上粘附着一些粘液，气味也是特别的臭，不仅是大便臭，屁也是尤其的臭。若是此种情况已经持续很长的时间，大便也变得没有规律了，老是会便秘或者是腹泻交替的出现，小心就是肠道里有癌，需尽早的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。二、屁多加舌边有齿痕加大便黏腻。如果你在放屁多时还发现舌头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，就要多点关注了。这种情况可能不是简单的问题，与脾胃虚弱有关。脾虚时湿气就容易重，体内湿气过重，水湿不能及时的排泄出去，会聚集在体内，舌头也就会水肿，牙齿就容易贴于舌边，从而形成齿痕。脾虚湿气重，除了有以上两个表现，大便也会有所表现，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，就是大便很黏腻，因为里面的水分太多，就容易粘在马桶上，冲都冲不掉。三、屁有股臭鸡蛋味。生理性的屁大多都是没有什么味道的，臭味没有那么的明显。如果在放屁增多时，屁的味道异常的臭，臭味就像是鸡蛋放臭了一样，而且这种情况不止一次的出现，那就需要排查一下是不是肠道有炎症。肠道内的细菌聚集太多，容易导致肠道的菌群失衡，让有害的菌群快速的生长繁殖，肠道内的氨气和粪臭素也就会增加，屁也就会随之增多，而且还很臭。四、肝脏病变。如果每天放屁的次数在15次以上，就要警惕肝脏病变了。因为肝脏病变会导致肝功能异常，使胆汁的分泌减少，导致消化不良，肠道内产生的气体就会过多。肝脏作为一个解毒器官，在接受到毒素以后，肝脏就会开始工作。除此之外，肝脏还要参与到消化的工作，因此在工作期间，如果肝功能出现问题，也就会导致肝脏的解毒和消化功能下降，食物或者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，解毒和消化能力就会变弱，从而就导致食物进入到肠胃道的时间被延迟，而且不能完全的被分解和消化，让其中的一些毒素或者是物质停留在肠道当中，经过长时间的发酵，很可能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，而且这种还是臭的，排出的方式可能是放屁，也可能是口气。当你的屁开始增多，不妨看一下口气是不是也很重，屁臭不臭。如果出现了，那真的应该给肝脏做个详细的检查，以免肝脏生出严重的疾病。三、屁少或者是无屁的人是好事还是坏事？
对于屁少的人来说，其实与屁多的人一样，是视情况而定，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就没有关系。一般人每天放的屁在5到10个，如果放屁次数是在此范围内，就不要过分的紧张。但如果是突然的变得屁少，或者是应该早点找出原因，以免肠胃或者其他的器官出现问题。而无屁的人如果只是偶尔发生，那可能是受到食物的影响，或者是饮水量不够充足，肠道太过干燥，才会影响到大便或者是气体的排出。若长期的无屁，就得放到心上了，很有可能是肠代谢出现了问题。肠代谢变慢以后，也意味着肠蠕动变慢，胃肠道的消化能力在衰退，这也是身体在报告的一个信息，可能是衰老的信号，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，可不能放任不管。总体而言，少屁或者无屁的人大多是身体出现某些问题，以此来看的话，自然是弊大于利的，尤其是突然发生变化的人更应该放到心上。4. 臭屁不响，响屁不臭。臭屁又意味着啥？说到臭屁不响，响屁不臭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，但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。不是所有的臭屁都不响，也不是所有的响屁都不臭。屁响不响和臭不臭，主要取决于屁的成分。要知道，屁当中的臭气成分占比高，排出的屁也就会很臭。而屁当中的臭气成分高，而且整个气体成分都很高，也就会出现又臭又响的屁。因为气体多的时候，气体排出的时候就到处乱窜，也就会出现响屁。经常放臭屁的人，除了是受到食物的影响，还很可能是疾病因素导致的。胃肠道或者是肝内有肿瘤，这2个地方出现肿瘤，会给胃道的黏膜带来损伤，甚至会引起出血，也就会影响到相关的功能，导致肠胃道细菌不断的被分解发酵，再加上一些毒素，也就会让屁显得很臭。有些人想放屁的时候，为了不丢人，会默默的把屁憋回去。其实偶尔憋屁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毕竟有时候在公共场合真的不太方便放屁，但是经常憋屁可能会对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。经常憋屁容易导致腹胀、便秘，影响肠道的健康。屁排不出去，有害物质不断的储积，还有可能会削弱肝脏的解毒功能。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，比如肠梗阻患者来说，憋屁可能会导致肠破裂，引发腹腔感染，后果十分严重。放屁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了，只要放屁的次数在正常的范围内，就不用过于担心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放屁的次数异常增多，以及放的屁有难闻的味道等的情况，可能与胃肠道、肝脏等的问题有关，应密切的关注，必要时就医检查。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